那如果说现在中日外交还是旅游还是经济的问题呢，大家还可以打一些装傻，打一些模糊仗哈，战略模糊的施展空间。但是在军事方面的叫板叫声呢，就会更硬更直接了。我们来看到中共解放军旗下的账号中国军号已经连续1周他们在社群媒体 X 上面发布了许多的军事备战的相关影片。我们请导播来带大家看这些影片里面呢，哇，又是很多这种雄赳赳、气昂昂，然后非常壮大、壮盛军容、耀武扬威的感觉还暗示了万事俱备，只欠东风那这个东风大家都知道，可不是打麻将等胡牌是实打实的超音速导弹那么中国外长王毅呢，他也是很了解日本事务的外交高层，他都警告了日本领导人讲了不该讲的话逾越了这个不该逾越的红线，并提出了3个绝不允许。所以杨老师，你认为，如果中国2025年已经面对让美国这么多方方面面，从这个科技、贸易、政治所有的刁难与挑战之后，如果他现在再贸然开另外一条战线，跟日本死磕到底的话，这样做划不划算？我认为中国大陆现在了解进入到21世纪，中国要发展、要崛起、要建立起中国梦、民族复兴，你第一个要处理中美关系这2个大国之间的关系。第二个呢，他要处理台湾问题，而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的重要的环节。他过去正如蔡委员所提醒我们的，他觉得可能日本大概举无轻重，可以跳过了。结果没有想到高市的这番谈话，使得日本的右翼整个浮现台面，而不是点的浮现，它是整个面的浮现。所以他现在在战略上应该了解到，他必须要也同时处理日本。从北京的角度，高市的谈话有3个层面为什么他这么重视？第一个，台湾问题；第二个，历史问题；第三，安全环境问题。3个都一样重要。台湾问题牵扯到的就是说，因为高市的发言可能是暗示的有武力介入的空间，所以当然这种曾经侵略中国、殖民台湾50年的，现在又要武力介入，那这个当然台湾问题很敏感。那这里面也牵扯到就是历史问题。高市所代表的30年来，他对于战争、靖国神社、慰安妇、南京大屠杀的这些质疑甚至否认，就代表的整个其实日本的右翼今天这不是死灰复燃它根本是完全的浮现出来。所以他认为历史问题也是中日关系现在一大的关键。那第3个，安全环境，这个可能更严重，也就是日本现在已经浮现变成在第一岛链上，从菲律宾到台湾到日本都作为美国的代理人，甚至日本自我标榜成为副警长，而就会介入到这个岛链上其他的地区，像是台湾问题。他之前去年这1-2年，其实也在菲律宾上面也实力很多军事准入条约出售一些军舰，就是海警船给菲律宾。所以这些作为，其实现在大陆应该了解到从3个层面：台湾问题、历史问题，以及也就是这个所谓的安全环境。所以他现在才会那么全面性的。我们不要只是看这个一句话，这个反应好像变成一个外交上的冲突而已，没有那么单纯。我觉得这个事情会是一个全面性、战略性的这种反应作为。一句话背后其实蕴藏着非常多中日之间还有整个区域已经埋藏许久的隐忧在这一句话引燃了所有的这个引爆点。好，那如果我们假设一个情境，中日的关系现在持续往最极端的方向发展，我们不乐见。但是如果真的走到了不得不动武的阶段的话，那现在中方开始引用了联合国宪章第53条，刚才蔡委员有提到，就是前敌国再次实施侵略呢，中法苏英美有权直接实施军事行动，那无需安理会的授权这个条款中方认定的侵略呢，当然包含了介入台湾问题。但是日本的外务省则反击，强调这些都是老掉牙的东西，早就过时了，并且1995年进行了大会表决时，你中国大陆也是同意的结果双方现在把这个考古文又拿出来重新做解释。我们这边请蔡委员深入浅出这样帮观众朋友上个历史课。这个敌国条款放到现在2025年的今天，还有没有效力？还是有效的，还是有效的。原因在哪里？原因在联合国宪章的位阶比联合国大会的决议更高。
换句话说，你联合国的决议没有办法推翻联合国宪章。即使说我在决议的时候举手同意，但是我仍然可以引用比决议更高的宪章来处理这个问题。就像说，在立法院通过个法案，即使我这个党团赞成的，但是如果我要引用宪法的权利来推翻我原先主张的内容，可不可以？可以，因为宪法的位阶高于你决议跟法律的位阶。我们来看一看，联合国宪章是有2个跟敌国条款有关系的，就是107条跟第53条第1款。第107条怎么说呢？就是联合国宪章不会禁止2次大战中这个牵制国的敌国因为该战争而延伸的执行的行动。也就是说，你是我的敌国，那你割让台湾给我，我割让台湾给，现在还来给我，就你要介入我这个取得台湾的权利，所以我可以不受联合国宪章的约束，直截了当的跟你发起作战。当然，只限于跟第2次世界大战有关系的项目，偏偏台湾刚好就第2次世界大战有关系。你不能说我跟你日本去打北海方四岛啊，你不能够说我跟你日本去什么八重山啊什么东西去打仗，那个除非跟台湾问题有关。所以台湾问题碰巧刚好就是该次战争而采取执行的行动。那你自己要把头伸过来啊！这是第107条这样规定，所以很多人说啊，那个已经决议无效了，谁跟你说无效？碰巧台湾问题就是2次大战留下来的问题啊，那你不能说为了日本其他问题跟他打仗，要联合国安理会同意，要不然你违背联合国宪章。那第53条是怎么讲呢？就如果你有刚才我讲的107条的情形。你不需要联合国安理会的同意授权啊，你不需要授权哈。然后，反正你如果把它定位为说你介入台湾问题是对中国的一个侵略，然后你对此等国家的再次侵略能担负防止责任，就是我中国的责任就是我要防止你再次侵略。那中国可不可以把台湾问题解释为日本介入时候的再次侵略？刚刚好又可以，反而美国不行。而日本绝对是可以，所以日本不要轻忽这个敌国条款的法律作用，好像说中国已经解除日本是敌国身份的时候，这个条文就不在。对不起，这条文从来没被修正过。那我中国随时可以不接受决议，我可以否决决议。为什么？因为联合国大会的决议是没有约束权，除非是联合国的内部事务。2758号决议案刚好又是内部事务，因为我要决定谁是会员，谁不是会员，是我联合国内部，跟别人无关。但联合国大会没有办法去决定，加沙走廊要不要和平，只有安理会可以。所以它的运作是这样的运作。那我们只能说，中国提到联合国的敌国条款，刚刚好在法律战上面已经立于不败之地。好，现在手上有一张牌了哈，那就看双方是不是捞更多的牌，累积到一定的筹码之后呢，就要来做一个拼牌的较量。好，中日的外交隔空交火，然后还有刚才翻出这些历史的条款来做解释，当然在军事动作上面也是不少。中方就发出了航行的警告，从11月23号到12月7号，连续2周啊，要在渤海地区进行实弹射击，冲着谁来不言而喻。日本方面，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也在日前呢去到了冲绳的自卫队基地去视察，还顺道访问了宫古岛、石垣岛、与那国岛等等。他也宣布要加速在与那国岛的飞弹基地部署跟地下掩体。好，如果双方真的擦枪走火了，日本知名的生物学者早稻田大学的名誉教授，这位池田教授他直言跟中国开战的话，日本是必败无疑的。那前首相石破茂也批评高市早苗，真正该讨论的应该不是台湾有事等于日本有事，而是要如何避免台湾有事啊。好，我们就从双方隔着一条东海，海上的战力也是吕舰长最擅长的一个领域，海军配置来分析。如果中日真的开打，仅凭日本自己绝对是不够看的。但是如果加上美国，加上第一岛链撑腰的话，解放军最忌惮的会是什么？其实我们刚刚讲到啊，如果只算第一岛链的话，那第一岛链其实只有日本。那我们真的觉得韩国会抽调他的兵力支援日本吗？大家想一想，第2次世界大战之前，韩国受到的待遇是什么？
它内部的问题都无法解决。那对于台湾来讲，台湾也在第一岛链上，台湾真的胆敢抽调任何的海军去支援日本吗？而且日本需要吗？那等一会儿我们来讲这个问题啊，也就是我们不断的看到，中国大陆其实在这种无论是渤海或者是黄海的军演，但是其实这些都是例行性的，跟日本一点关系都没有。我们看到21号他所发布最新的辽航警495的话，其实它只是在大连跟旅顺的附近，那甚至呢都还没有进入黄海啊。那也就是说，这一个区域经常发布这样的一个军事任务。为什么？因为其实大连它有任何的，例如说055万吨驱逐舰，它可能要进行海试的话，它会用这一块。而且旅顺呢，它最近有非常多新的装备也是如此。可是今天我们又看到了另外一个，就是刘公岛这个地方也会进行实弹射击。可是这个实弹射击呢，它的距离非常的短，它只有它的半径1海里。那半径1海里，直径2海里，也就是算出来也不过就是3.7公里而已。在刘公岛这个地方，也跟实际上不要讲说跟北韩、南韩、跟日本更是没关系。但是我们要特别注意一件事情，刚刚主持人特别问了有关于美国的态度是什么？我们看到啊，这是日本的一个智库，四川平和财团，他之前提出的一个群岛防御的一个概念。那他这个是2017年提出来的，提出来的时候，我们可以非常清楚的看到美军的角色，也就是日本，他要负责第一岛链的防务。那接下来美军的无论是隐形战机或者是航空母舰打击群，都会从第二岛链来驰援。可是我们看到2023年，同样的一个智库，它又提出了2.0，它有新的更新。它更新了之后呢，我们看到了什么？它将这个各型飞弹的射程呢，都进行了调整，因为日本还是获得了很多的新装备，无论是自制或者是外购。那但是我们在这上面有看到美军的角色了吗？没有了。意思也就是我们讲到的有关于美国是不是会来驰援是一个很大的问题。那有关于与那国的问题是这样啊，与那国其实它上面已经不是荒岛一片了，它现在盖了非常多的一个雷达站哦。那在这个雷达上面，我们可以看到，它就是24小时1年365天全时开启的，所以它有这么多雷达，也就是今天开 A， 明天开 B， 然后但是我要全盘的能够掌握那个与那国北边以及跟台湾之间的一个所有的一个船只的动态啊。那我们看到了这么多，其实我们刚刚还看到了这一张哦，这2张照片，也就是我们看到了美国美国的陆战队啊，它搭乘了 CH-53超级种马的这种直升机，直接落在与那国上面。它其实这张照片，其实它是提供由与那国提供它热加油，也就是它实际上它没有停机，还在加油。那另外呢，我们看到它就是人员的整补的部分啊。所以其实美国也不断的在加强整个日本西南诸岛的一个防务，但是有用吗？没有用，因为美国不会来的。不会来。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回到节目呢，还有更多美中之间的晶片话题，以及俄乌的和平提案呢，现在有许多的讨论，我们待会会带你来看。地缘政治、美中之争、战略价值、强权崛起、小国生存。现在与未来洞悉事件走向，掌握世界脉动，全球观点。